卑职这次是从昆山调来的，在去昆山前，卑职就是在建德任知县，建德的情形，卑职知道。建德一县，在籍百姓有27万人，入册田亩44万亩，其中有15万亩是丝绸大户的桑田，29万亩是耕农的稻田。每年一季，丰年可产稻谷2担5斗，欠年产谷不到2担。所产稻谷摊到每人每年不足300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到250斤，摊到每人每天不足7两米。老人孩童尚可勉强充饥，壮丁则远远不够。亏得靠山有水，可以种些茶叶、桑麻，产些铜器，河里可以捞一些鱼虾，卖了才能缴纳赋税。倘若有余，还可换些油盐，购些粗粮，勉强度日。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你说的这些，布政使衙门都有数字。今年建德分洪，有1半百姓的田被淹了，大约有14万亩。百姓如果把田卖了，明年就只能是租田耕种。若还是稻田，按5/5分租，百姓每年分的稻谷只有150斤，脱粒后的白米只有3两5钱。倘若改成桑田，百姓分得的蚕丝换成粮食，每天还不定有3两5钱。大人，3两5钱米，各位大人，你们一天够吗？当然不够。孟子云：“欲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即思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各位大人，你们手中的这支笔系着几十万灾民的性命，几逆几饥，望大人慎之。王知县，刚才说了建德的实情。本院曾任浙江布政使，管着一省的钱粮。不要说建德，整个浙江每一个县的实情我都知道。一个县有一个县的实情，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实情。可我大明两京13省现在的实情是国库亏空，蒙古安达在北边不断进犯，倭寇就在我们浙江，还有福建沿海骚乱。朝廷要用兵，通往西洋的海面要绥靖，要打仗要造船，这就是朝廷最大的实情。一个小小的知县，拿一个县的小账来算国家的大账，居然还要挟上司不在推行国策的议案上签字。朝廷有规制，省里议事，知县没有与会的资格。来人，在。叫2个知县下去。大人，这儿没您的座了，请起吧。大人，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
忠诚大人叫你们下去，听见没有？但不知叫我们下到哪里去。该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那我们就去北京，去吏部，去督察院，最后去午门。什么意思啊？去问问朝廷，叫我们到淳安和建德两县，到底是干什么来了？你这是威胁部院呢，还是威胁整个在座的浙江上司衙门？一天之隔，朝廷亲任的杭州知府兼赈灾的亲使都已经被你们威胁的话也不敢说了，我一个知县敢威胁谁？高福泰，昨天我们约好了一早去看粮食，然后去各个作坊了解丝绸行情，结果呢，你被巡抚衙门叫走了。可忠诚大人刚才说，和你做了深谈，一个下午直到深夜，你的随从到巡抚衙门还有织造局四处打听，都不知你的去向。你能不能告诉卑职，巡抚衙门把你叫到哪里去了？忠诚大人在哪里跟你做了深谈？做了什么深谈？为何同样一个议案，没有任何新的理由，你前日言辞拒绝，今日却同意签字？完了！来人呐，在！把这个海瑞给我押下去。是。谁敢？大明法律，凡吏部委任的县任官，无有通敌师承贪贿情状。巡抚只有参奏之权，没有羁押之权。郑中丞，叫你的兵下去。退下去。海瑞，不羁押你不是本院没有羁押之权，凭你咆哮巡抚衙门、扰乱国策，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荐送京师。可本院现在要你到淳安县去，立刻一改监赈，施行国策。赈灾的粮只有3天了，3天后淳安县要是还没有推行国策，以至于饿死了百姓或激起了民变，本忠诚将请亡命棋牌，杀你。前任杭州知府马宁远、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之良就都是死在亡命棋牌之下的。马宁远、常伯熙和张之良是死有余辜。我正要说这个事情，同样是修河堤。江苏白卯河、吴淞江2条河堤，去年花了300万，今年固若金汤。而浙江新安江1条河堤花了250万，今年却9个县处处决口。忠诚，当时你管着藩台衙门，钱都是从你手里花出去的。新安江的河堤到底是怎么决的？卑职今天无法请教，到时候总会有人请教忠诚。被逼分红，这才淹了淳安和建德。可整个浙江，上到巡抚衙门，下到藩聂司道，不思抚恤。现在居然把灾情强加到2县百姓的头上，要是真饿死了百姓，激起了民变，朝廷要是追究起来，案情总会真相大白的。亡命棋牌可以杀我海瑞，可最终也饶不了
元凶巨恶，无端捏造，诬陷上司。你知道大明律法是怎么定罪的吗？高福泰，这个议案只有6条200余字，可这200余字后面的事情，倘若将来写成案卷，只怕要堆积如山。我不知道你昨天遇到什么事情，可这毕竟是你一人之事，是冤案终可昭雪，是过错回头是岸。但这件事，上系朝廷的国策，下系几十万百姓的生计，其间波谲云诡，深不见底。你也才来3天，倘若这样签了字，一步踏空，便会万劫不复。候着！回大人，兵已经带到。拖延，顶住！这下好了，淳安的刁民跟倭寇串联造反了。哼，海瑞，就是你昨天放走的那个齐大柱，串联淳安的刁民，贯通倭寇，现在已经被官兵当场擒获了。高福台，淳安县、建德县都归你管，你说该怎么办吧？淳安的百姓是不是通倭，当立刻查处。可海知县是前天才到淳安上任的，此事应该和他无关。通倭的人就是他昨天放走的，还说与他无关。高大人，高大人，这来人！哎呀，这高大人，高大人，谁叫你们上来了？下去，下去！叫人把高福台抬到后堂去，赶快请郎中。是，快来人！是。快，慢点，慢点啊！好，慢点，慢点。什么议案不议案的都不说了。海知县，淳安县刁民通倭之事是否与你无关，以后再说。本院现在命你带领聂司衙门的官兵立刻到淳安去，将倭贼就地正法，平息叛乱，然后按照省里的议案，一改监镇。带上兵，护送海知县立刻去淳安。是。海知县，请吧。忠诚，他们跟我去淳安县，是他们听我的，还是我听他们的？按省里的议案办，他们就听你的。倘若我要按淳安县的实情办，他们听不听我的？什么实情啊？省里现在说，淳安县有刁民通倭，究竟是怎样通倭？都有哪些人通倭？这些事必须按实情查处。倘若真有通倭情事，卑职会按大明律法严惩不贷；倘若并无通倭情事，忠诚是不是让卑职滥杀无辜？海瑞，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要怂恿刁民抵制国策？忠诚，卑职问的是要不要滥杀无辜。谁叫你滥杀无辜了？有忠诚这句话，卑职就好秉公办事了。忠诚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整队，跟我去淳安县。看我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去吧。是。
王知县，建德县的事情现在应该怎么办？你该知道了吧？以改监镇，立刻去。是。走。哎，刚峰兄。总是这样，一到要命的时候就不见人。哎，船都要开了，你们沈医师还来不来呀？找去了，会来的。派人分头去找。是。快点儿！不行，我不能再等了，我得立刻去知府衙门。可是沈医师还没人影呢，你去知府衙门干什么？高汉文毕竟是小阁老派来的人，把他弄成这样，我们还得安抚啊。你也得立刻去给小阁老写信，告诉他出了倭情，我们不得已现在必须立刻买田。信还是你写合适啊？你先起个草稿，我回来照抄还不行吗？何大人。好吧。慢着！怎么去了那么久？回来的话，王管事来了，说是粮船都装好了，巡抚衙门和聂司衙门派人在到处找老爷，等着老爷押粮去淳安和建德。去吧。请问老爷，巡抚衙门派人来催，小的怎么回话？就说我死了。小的不敢。滚！你走吧。你欠我的都还清了，走吧。是。阿根啊，老爷，你去准备一下，连夜把这封信送到苏州，送给谭大人。那谁伺候大人去建德？我不用伺候，快去吧。是。老爷，巡抚衙门来人了。什么事啊？说是老爷去任上的文书忘记拿了，他们特地送来了。请进来吧。是。文书呢？大人，把文书搁那儿，你请回吧。
你还要什么？小人有2句话，请知县大人一定要记在心上。淳安县那个倭寇是聂司衙门放出去的，还有高府台中了忠诚大人、何大人和沈掌柜的美人计。停！老爷，小心了。你去到钱塘院叫4个姑娘来。现在？现在，坐蚱蜢舟，1个时辰后赶上船队。是。那只手，先生，我能不能先跟他说几句话？你的病是好不了了，说吧。你在驿站跟高汉文说的话管用了，高汉文一上任，便否了郑必昌他们的议案。这都是意料中事了。赵贞吉他到底愿不愿意借粮？叫苦。表面上到处在张罗，2天了，才给我们凑了不到10船粮。再过几天没有粮食，高汉文想扛也扛不住了。你去找赵贞吉，就说我不找他要粮食，叫他立刻来见我。赵大人已经到了，叫他进来。好。你们这么远的把我喊来，你这病是看还是不看了？失礼了，先生，请继续诊脉。是那只手。赵大人，请。入针。不要动，不要动。我们还是先看病吧。李太医这么远来了，借粮的事情我们就慢慢再谈。李太医，请开方子吧。我不是什么太医。我说错了。太医有1000个，可李时珍在我大明朝却只有1个。你真的要我开方子？瞧您说的，胡不堂可是我大明朝的栋梁。治好了他，那可是大功德。那我开了方子，你会照方子减药吗？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只要不是龙肝凤胆，我都派人去减。没有那么多的名堂，我的药遍地都是。那先生就快开吧，我这就去减。这可是你答应的。不疼。药方开出来了，照方子减药吧。哎，赵中丞，还是让谭大人先看。谭大人，照着方子，大声念一遍。病因：官居一品，执掌2省，上下掣肘，忧谗畏讥。处方：稻谷100船，即日运往浙江外服。
李先生，这玩笑开大了。我李某半生行医，在太医院也好，在市井乡野也好，对皇上对百姓，都只知治病救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一人多一份功德，救10人多10分功德。赵大人，你一念之下能救几10万生民，这份功德如天之大，怎可视为玩笑？先生，胡某有个不情之请。吴部堂，请说。承安建德遭水淹之后，不止缺粮，恐怕还有瘟疫流行。教百姓采药避瘟也是件大事。先生可否屈驾一往啊？什么时候走？借不借到粮，我今天必须得走。好，我随部堂去。那我就先行谢过了。好了好了，赵忠诚，药方开出来了，这药你是减还是不减？部堂，有些话我要向您陈述。部堂，可否一步容我跟您慢慢谈？好啦，还是我一步吧。李太医。我说了，不要叫我太医。子立，去陪陪李先生。好。如真，我不瞒你，瞒你也瞒不住。100船、200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你心里也明白，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还有，你既然躲了出来，这个时候又何必把自己陷进去？连你也以为我是在躲？给皇上上辞呈，不是我的本意。知道。你在浙江那样做，任谁在内阁当家，都会逼你辞职。不疼。我丝毫没有野你的意思。官场上历来无非进退2字，你我20年的故交，豁出去，我全告诉你。朝廷有人给我打了招呼，叫我不要借粮给你。谁？这你就别问了。是小阁老，还是徐阁老他们？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愣要把我也拉下水去？我不要你下水，我只要你在岸上给我打个招呼。那我就告诉你，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你不说出来我也知道。你跟我说了，我胡宗宪总算没有失去你这个支教。既来之，则安之。你到江苏来借粮，上边都知道，浙江那边也知道，粮没借到，可你的心到了，这就行了。这不病了吗？就在江苏待着，我给你上个书，替你告假，在苏州留医。那浙江怎么办？就让它乱下去？事情已经洞若观火，浙江不死人，这件事情就完不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死1万人是个数字，死10万人、100万人也是个数字，你和我都挡不住啊！好，你实在听不进去，
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跟你说。我今天什么都没说。我胡宗宪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我今天跟你说的是良。我还是浙直总督，以浙江巡抚的身份是向你借，以总督的身份，我向你调。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胡伯堂，你虽然管着两省，可是没有内阁的极地，江苏没有给浙江调粮的义务。那我要是调军粮呢？要打仗？我跟你说，浙江一乱，倭寇就会立刻举事。戚继光那儿已经有军报，倭寇的船正在浙江沿海一带聚集。你们总觉得我在躲，我躲得了改道为桑，我躲得了抗倭的军国大事吗？要是军粮，我当然得调。可军粮也要不了那么多呀。当年跟我谈阳明心学的那个赵贞吉哪儿去了？以调军粮的名义给我多调些粮食，救灾民也是安定后方，没有你的责任，你怕什么？好，我尽力去办。可有一句话，我还是得说。改道为桑的事情，你能不管就不要去管，给自己留条退路。只要我还在当浙直总督，我就没有退路。史书记载，嘉靖帝数十年练道修玄，常命大学士严嵩、徐阶等撰写青词，焚祭上苍。二人所撰青词深切圣意，时人呼二人青词宰相。殊不知，多少军国大事，几许军役臣心，都在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青词中深埋着伏笔。阁老写完了。老了，169个字，竟写了1个时辰，不服老不行喽。阁老如此说，我就真应该告老了。也是169字，可我还有2句没想好呢。少虎，你是在等我呀？凭你的才情，凭你的经历，1个时辰，不要说169个字，1690个字也早就写好喽。阁老，你厚道，就像我伺候皇上20年了，熬到了80，依然无法告老。这一个人呐，熬1天不累，熬10天就累了。小心1年不难，一辈子小心就难了。做我的副手也好些年了，哎，难为你处处让着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君在位，汉臣满朝，阁老最难。少虎啊，
青瓷窑下半晌才呈给皇上，剩下几句，你也就是一挥而就件事。来，我有几句话跟你商谈。坐。来，冒昧的问一言，要真心回答我。阁老单问就是，属下不会有一句虚言。好。你说这世上什么人最亲呢？应当是父子最亲。未必，请阁老赐教。诗经云：“哀父母，生我劬劳。”按理说，人生在世，难报之恩，就是父母之恩。可有几个做儿子的做如是想啊？10个儿子，有9个都想着父母对他好是应该的，于是恩养就成了当然。少虎啊，你我都是儿孙满堂的人，你应该也有感受。父子之亲，只有父亲对儿子亲。岂曾见到子对父亲？你不好回答。我们就说另外一件事吧。你说，今日皇上叫我们写的青词，为什么要突出一个真字呢？天有四德，亨利贞元，这也是题中之意。少虎啊，老夫如此推心置腹，你又何必这般疑虑重重？你真的就不知道皇上让我们突出这个真字的圣意吗？真者节也，圣意应该是提醒你我要保持晚节。如何保持晚节？阁老请赐教。就是用好自己的人，撑住难局。请阁老明示。那我就明说了吧。胡宗宪是我的学生，名字叫汝珍。赵贞吉是你的学生，字里也有个真字。皇上这是告诉你我，东南的大局必须用好赵贞吉和胡汝珍。徐阁老以为然否？皇上圣明，阁老睿智，应该有这一层意思在。这就是我刚才问你，这世上什么人最亲的缘故。有时候啊，最亲的不是父子，是师徒。儿子将父母之恩视为当然，弟子将师父之恩视为报答。少虎啊，为了皇上，
为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这次浙江的改稻为桑一定要推行，一定要推行好。我这边只有靠胡汝珍去维持，你这边呢，要靠赵贞吉去维持。为了不把浙江的百姓逼烦了，应天必须立刻借粮给浙江。你要跟赵贞吉说，让他火速借粮给胡汝珍。阁老放心。我今天回去就写信，命兵部600里甲级送给赵贞吉，叫他借粮。我都80了，内阁首辅这个位子轮不着严世蕃。只有你能做。曲曲秋风冷故乡，故乡月醉分明。但愿今萧瑟山中感一程，登临心系天下事，脚踏中原路不平，万里奔行，只为苍生。一路长江笑，一笑黄河清。悲欢痛，有乐与共。万里奔行，只为苍生。一路长江笑，一笑黄河清。悲欢痛，有乐与共。云在青天，水在天一明，几人醉卧，几人醒。几人一梦惊风雨，七座是看海阔天晴，七座是看海。